近日，印度又打着自力更生的旗号，把已经到老爷爷年纪的老将阿琼坦克拿了出来，还打算部署2个团，并且一共掏出了895.6亿卢比来采购阿琼以及改进备件和维修等工作。阿琼坦克是印度和德国在上世纪70年代研制的一款主战坦克，2004年开始装备第1辆，2011年第2种类型研制完成，成本极为高昂，是从俄罗斯买的 T90 单价的5倍，而且在装备后仅只装备了2个团就直接压箱底，再也不见天日。这套路是不是有点眼熟？因为印度的光辉也是一样的，费了9牛2虎之力研制出来后，装备了几架就直接给放在一边当不存在。而这主要原因就是印度军工能力是真的差，不管是光辉还是阿琼坦克，都在装备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十分遭人嫌弃。当然，阿琼这一次也是改进过的，从40吨也变成了70吨，但是可惜的是体积增加了，发动机动力却没有，导致移动困难。所以按照印度还打算部署在塔尔沙漠的想法来看，这仗估计是不用打了，打赢确实有点困难。不过这一次印度把光辉捞出来了还不算，还把阿琼也捞出来了，究竟是为什么呢？2020年要说经济影响最严重的，大约就是底子最薄，但新冠确诊人口却是第2多的印度了。所以在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印度就开始各种神操作，使用美国淘汰下来的2手防寒装备，租借美国无人机，还开发出了以后外国所有武器都用租借的新姿势。到如今2021年，印度又把印度制造的旗号打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印度没钱了，外国肯定是不给拖欠资金的，但是印度国内自家的公司拖欠就很正常了，而且还能使用国债抵押，所以印度巴拉巴拉把光辉提上来了，还给按了一个改进新型号的名头。阿琼也是同样的道理。先说光辉，印度光辉的研究公司是等印度空军下订单后才开始正式研制改进型号，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这么个新型号，都是画出来的大饼，也就给印度国内对新德里十分信任的民众看的。不过阿琼不一样，是现有国家掏钱研制再下的订单，因为阿琼其实比光辉还要早提出来，只不过之前过于不起眼罢了。不过从印度的这些动作来看，印度现在是对发展自己的军工制造能力志在必得，宁愿从国外租装备也要撒钱到水里听不见响。而且近段时间印度一直在公布研制各种武器装备，比如什么太阳能无人机能续航90天，什么无人机蜂群发射技术之类的。先不说技术怎么样，就这个信心也值得中国好好注意一下的，说不定印度就苟上来了呢，毕竟当年中国也是这么过来的。本月初，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动乱，而在缅甸事变发生后，美国第一时间发声，抨击了缅甸军方的行动，并且威胁要采取干预行动。一时间，不少人认为美国五角大楼可能将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军事观察网站也直言，过去美国常以意识形态为军事行动的借口，特别是针对亚洲国家，缅甸的事变有悖于美国利益，但这却是美国利用军事力量介入东南亚的最好时机。近年来，美国强调重返亚太战略，极力拉拢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但如今面对出兵东南亚的好借口，美军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可以预见到那里发生的一切，并且需要美国军事来解决。缅甸的局势相当令人震惊，但我现在看不到美国的军事作用。言外之意就是美国不会趁机军事介入，而此前说的干预更多的会是经济上的制裁。那么问题来了，缅甸政乱时美军为何没有趁机出兵？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60年前的话，恐怕美军早就把航母开到缅甸外海去了。如果把时间拨回70年前的话，恐怕美军还要喊着顺便把中国收拾一顿。但如今美国之所以不敢明目张胆地出兵东南亚，因为他们已经吸取了2次深刻教训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随后，美军集结18国联合军登陆釜山，入侵朝鲜，炸弹甚至肆无忌惮地落到鸭绿江对岸我国境内。为了保护我国的东大门，不让美国直接威胁到我国的野心得逞，我国毅然决定出兵进行抗美援朝。100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虽然在后勤与武器装备上，志愿军与美军差距很大，但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志愿军通过5次大战役将美军及其盟友打得节节败退，最终美军不得不求和。1959年，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北越向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南越发动攻势。同样就在傀儡政权抵挡不支的时候，美军出兵介入越南局势，越南战争爆发。吸取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军始终不敢越过17线，从而没让中国直接出兵。不过，中国资助了北越大量武器装备，使之能与美军有一战之力。最终，美军被东南亚密林给拖垮，退出越南。前2次的教训已经告诉美国人，尽管他们比一些小国强太多了，但一旦有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背后支持，美军依旧难以取得胜利。美军很少打没有把握的仗，他们明白一旦出兵缅甸意味着什么，中国恐怕不介意再来个远征军。当初在朝鲜以及越南的阴影告诉美国，最好别惹中国会保护的国家。综合近1周的消息来看，印度在近期结束的第9轮中印谈判中，显然没有任何想要和平解决的想法。在1月下旬，印度总统公开叫嚣，做好一切应对边境紧张局势的准备，并向印度国内放话，已经进一步加派部队前往1线地区。与此同时，印度国防部开始对外透露，已经在靠近1线的地区加快征地效率，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尽可能的修建军事基地，其中包括了临时军用机场、仓库、营房、防御装备等。不过，在2月3号，我国官方在一档介绍前线将士饮食的节目中，意外地展示了前线哨所官兵列队欢迎的画面，而画面中赫然可以看到一旁停着的99A 主战坦克以及1辆步兵战车。这一发现很快引爆了长期关注中印关系的相关舆论话题。毕竟，一直被看作是我军大平原作战主力地面单位的99A 主战坦克出现在高原前沿阵地，本身就是个奇怪的事情。本身自重加上高原环境的低氧低气压，往往对发动机造成严重负担，这也是为何我军会全力研发150式轻坦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就在外界关注99A 主战坦克现身高原之际，更有印媒爆出另一则劲爆消息。据印媒时政要闻 TN 的消息，中方在前沿地区部署了大量主战坦克，350辆各类型坦克被部署在了德普仓平原和班公湖地区。150式轻坦也在不久前首次部署在了曼东地区，该地区就在班公山路西南侧。实际上，有分析人士怀疑，我军将99A 主战坦克部署在前沿阵地，很大概率就不是为了在高原上做准备的，而是为了走出拉达克地区后，向下一路到恒河平原这种大平原环境上飙车的。毕竟，我军最前沿到新德里也不到300公里的距离。可能也是基于类似的判断，印度果断就在随后时间里玩了一次变脸。其外长苏杰生在消息报道出来的2天后，就十分诚恳地表示，中印在过去9轮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只是因为双方谈判的话题实在复杂，所以拖了很久。苏杰生认为，在当前局势下的当务之急是希望中印双方尽快举行第10轮谈判。不过，似乎也是怕被国内舆论戴上一个软弱的帽子，还额外表示，目前印度已经在前线部署了很大规模的部队，可以应对来自北方的挑战。而新德里也已经在未来1年的国防投资项目上提高了30%的预算。值得一提的是，有观察人士认为，印度已经处在了骑虎难下的阶段。原先基于错误的事实误判，认定可以配合美国在东侧1线的骚扰和打压，借机分一杯羹。然而等到真正动手，才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足够的能力，而对手却并没有陷入想象中的虚弱，而海量的投入又逼得印度不得不继续把这场豪赌进行下去，以至于管不上国内的农民运动和完全处于收割状况的疫情肆虐。